台海火药味愈发浓烈，美国智库推演台海冲突，提出了4个胜利条件，幻想美日台联军可以重创我解放军。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众生 Talk。 拜登批准对台军援贷款以来，台海地区的火药味可以说是越来越重。从解放军71架次军机巡台，到前不久解放军大机群越过所谓的台海中线三面围台，蔡英文当局与域外势力相互勾结的行径，正不断将台海形势推向险境。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半官方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2026年为台海冲突爆发节点，对美日军事介入和两岸冲突损失进行了24次兵棋推演。报告结论显示美日两国还有台军和我解放军都会因台海冲突付出惨痛代价。这家美国智库预测在为期3周的战斗中，美军驻日基地将遭到解放军全面打击，美国海军至少将损失2艘超级航母、10艘战舰和3200名士兵。日本若参与台海冲突，可能也将损失26艘战舰和100多架战机。而台军在台海冲突结束后，虽然可能将失去全部26艘主力战舰，但陆军兵力损失预计大概只有3500人左右。同时呢，该智库还认为，我解放军在进攻行动中也会遭遇重大损失，至少损失138艘主要舰艇和155架战斗机，1万多名士兵阵亡，还有上万部队被台军俘虏。美智库的推演已经不能用荒唐来形容它了。我们简单来说美军的损失，美军2艘超级航母沉没，它的舰载机飘落何方呢？2艘航母上上万名官兵大都生还吗？不屑多说了，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美智库推演它能获胜的4个条件吧。美智库提出，若想获胜保台，第一，美军必须第一时间介入；第二，美军届时可以通过日本基地作战；第三，台军地面部队可以有效地打击解放军的滩头部队；第四，美军部署远程反舰导弹能够摧毁解放军战舰。分析来看前面2条美军可能做得到，却显然不是决定台海冲突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而对战局结果可能有重大影响的后2条，亚太美军和台湾当局要想实现，恐怕是非常困难，或许它只是做梦。首先呢，美国智库幻想中的台军火力能够有效覆盖解放军滩头部队，这是自欺欺人呐。我解放军远程火力已经能够从东南沿海覆盖整个台岛，保守估计摧毁台岛抗登陆防御力量体系 50% 是不在话下的。那时候台军还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吗？恐怕早做鸟兽散了。我军再配合无人机带来的战场态势感知优势和扫残，只有解放军海陆空火4军种轮番轰炸台军的份儿，又哪里轮得到台军反过来重创我解放军抢滩部队呢？其次说，美军的远程反舰导弹可能会重创解放军上百艘战舰。美国目前有3款远程反舰导弹，分别是拉斯姆，射程1000公里，采用隐身设计；战斧反舰导弹，射程1600公里，还有标准6反舰版，拥有 3.5 马赫的飞行速度，最大射程400多公里。然而拉斯姆和战斧都是亚音速导弹，虽然外形经过隐身优化，但是俄军在乌克兰使用的 KH-101 同样是具有隐身设计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实战证明只要亚音速导弹进入视线范围，哪怕是单兵导弹也能将其击落。而中国海军下到 056A， 上到辽宁舰皆配置有光电瞄准装置、近防炮系统、红旗师近程防空系统或者红旗16防空导弹，专门用于应对拉斯姆和战斧这种亚音速导弹目标。至于 3.2 马赫的标准6反舰版，一不具备超音速掠海飞行能力，二不具备末端机动能力，高抛且固定的飞行弹道极容易被我相控阵雷达提前发现并拦截。尽管看似速度高但改进有限的标准6实际接近解放军舰艇的成功率可能还不如掠海机动的拉斯姆和战斧。
再说了，论说反舰导弹，中国才是毫无争议的领头羊。从亚超结合的鹰击18到高超音速的鹰击21，乃至东风反舰弹道导弹，怎么这些在美国智库的眼里竟然都不如他美军的3款导弹了呢？所以他才能得出战损比接近1:4的巨大优势结论，这岂不是笑话吗？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聊到这儿，各位网友有何评论，欢迎关注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